今天带大家逛一下中国泡菜城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就是这个，逛一下这个博物馆。在这里扫码免费入馆。大门口的这个壁画还很好看。今天是周五，人不太多，这是它的第一章。这边应该就是一些工具。第二章，3000年泡菜。3000多年前，我国就出现了用盐来泡制蔬菜和水果的文献记载。这边是商周，到了秦汉，泡菜得到了丰富。然后是魏晋，原料更加丰富。隋唐、宋元。南北朝时期的《齐民要术》第一次系统记载了北魏以前的腌菜、酸菜、酱菜。泡菜的腌制器，这个是宋代的，但是这些都是仿制品。到了明代，泡菜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已经有一点像现代的了。这些都是。清代的时候，泡菜几乎成为了家家都有的必备美食。清代的泡菜坛。到了这一篇第4章就可以看到泡菜坛。这个是景德镇产的青花瓷泡菜坛，内江产的浓昌泡菜坛。发展至今，四川泡菜坛久负盛名，彭州的桂花泡菜坛和浓昌的下河口泡菜坛最有名。这个是彭州的，这个是彭州的，这个是浓昌的。这边就是其他国家的泡菜，德国的酸菜，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。它还有这个，它其实这个有一点像东北的那个酸菜。俄罗斯挨着东三省嘛，东三省那边也有腌黄瓜。日本的泡菜，日本的泡菜寿司里面有见到过。韩国的泡菜也是跟那个东三省吉林那边的有点像。那这边还有一些土耳其、秘鲁、美国、乌克兰。土耳其世界3大菜系之一，泡菜有着举重轻重的地位。土耳其的泡菜只加盐和醋，可以泡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瓜果蔬菜。它这个里面是大蒜、卷心菜、黄瓜、绿番茄、胡萝卜。天哪，它可能有售卖吧？这个看起来好像土豆丝呀。美国的泡萝卜展示的是泡黄瓜，大量的大蒜和萝卜盐，口感是脆脆的。乌克兰，中国的泡菜谱系，中国是泡菜的发源地之一，历史最悠久，品系最丰富，品种最齐全。这些都是一些产品。我很喜欢吃这个豇豆。这个六必居是一个店铺，始于明朝，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山西赵氏兄弟柴米油盐酱醋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它叫六必居。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四川的东坡泡菜，下面的这些都是东北的，黑龙江的和吉林的。这个比较有特色，这个像是辣椒，这个是山东的。重庆那个是什么呀？冬菜。台湾，然后还有这边还有很多，这看起来很甜的样子，姜干。这边还有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，这个是腌菜。这个就是第6章了，中国人味道，泡菜风情园，还有泡菜赋。泡菜故事，好媳妇必有泡菜手。能否制作泡菜，泡菜是否可口，是评价它是否持家有道的重要标准。小平的泡菜情，邓小平同志，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嘛，也是属于四川，这些都是他爱吃的。乡愁记忆，何可一日无泡菜，每逢3餐总难忘。
黄炎培与眉山泡菜。你说四川的餐馆啊，进去之后它要有好吃的泡菜，才能说明这家店还可以。范仲淹。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嫁妆没泡菜，女儿投兰台。四川很多地方办喜事，嫁妆之一就是有一整坛的泡菜。一楼的展厅看完出来之后，它这边有产品售卖的，都是眉山这边的特产，四川的特产。这边还有更多的，就是比较典型的泡菜。这个泡辣椒18块钱，冰糖蒜瓣。这个是竹笋，这个叫狡兔子。这个人就是被种草了的，一直流口水，他要买一个，买了一瓶那个。其实大家如果来的话，推荐买这个，就是老母水，回家之后自己弄一个那个坛子，就可以泡各种各样的蔬菜啦。上面还有泡子姜的老母水。好了，现在就到2层了，它一共有3层。四川泡菜味甲天下，有坛盐，就像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剖面图。这边有几个四川的名菜：鱼香肉丝、泡椒鸡炸、鱼香茄子、麻婆豆腐。四川历史上有多次移民迁入，丰富了泡菜的品种。如今四川地区比较出名的郫县豆瓣、宜宾芽菜、资中东煎都是很出名的泡菜品牌。豆瓣每家每户都有的那个做回锅肉必放的酱料，然后宜宾芽菜也是，像炒菜呀什么的都会放。东坡泡菜、南充东菜、资中东煎，说实话这个我没有吃过，因为我没去过。新繁泡菜这种可以拿来做酸菜鱼。宜宾芽菜、郫县豆瓣，好馋。巴中的豆瓣，广元的酸菜、豆豉、甩菜、乐山的南充。刚刚那个片区就看完了。川菜之谷，佐料之王，豆腐、咸烧白、酥肉、东坡肘子。这个东坡肘子就是他们眉山这边的特产，萝卜、酥肉。那这边他就介绍了很多泡菜的原料，泡菜的原料就是你喜欢吃什么菜，它都可以给泡进去。地瓜、藕、笋、青菜。这边介绍了它的传统的工艺首先是生鲜的蔬菜，整理好菜，清洗切分，然后预泡制，之后就入坛，再下一步就是发酵，后面检测出坛。第3层就逛完啦。今天的天气还比较好，眉山的街道还是很热闹。这边这个树，老房子，你说它这个树是现在才绿的，还是以前就是绿的？冬天就是绿的，一年四季常青的那种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，看《沙丘》，我很喜欢这个电影。这个电影我看了2次，它第1部我看了2次，然后它现在是第2部上映的嘛。我们还买了那个 IMAX。我1月份的时候在东南亚晒很黑，回四川之后有一点白回来。这条街新春的气息都还在呢，这些灯笼还是红红的，再过段时间再下点雨，这个灯笼它就会变成那种浅粉色，就会慢慢的掉色。看我们这边就街道就是这样子的，它会有一个步行道，步行道旁边是非机动车，中间的才是机动车。哇塞，蜜雪冰城生意好的呀！现在是星期5下午的3点过，看看这边好多人就已经在跳广场舞了。这个应该是三苏的雕像。这三苏是哪三苏？荀，然后苏轼，然后还有一个苏辙。3月份终于迎来了好天气，带大家来这个东坡湿地公园看一下。这个公园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。这一条就是岷江，
然后我们现在在这儿，这个位置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园，今天是周六下午的不到2点，目前人还不多，感觉没有被充分的利用到。但是这样子安静一点也好，就是在市区的地方，就是音乐声呀各种的就会很吵。它就是有一个现象，四川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会选择去成都工作，周边的城市人就没有那么多。这边的仿古建筑看到没有，在后面这儿。木图东坡牧歌，这边还有一个大草坪，这里面有鱼，不知道能不能拍下来。这边应该就到了儿童区，看这些小朋友在这里玩老鹰捉小鸡。那边还有好多小孩玩的。看看这个年龄区，那边玩沙子的都是小孩，这边的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。刚才还说人不多，人全部都跑到这边有玩的地方来了。又过了一个桥，这边到了它的一个门儿，城市湿地公园，到处都是席地而坐的人。我的快乐里有